大家就很好奇，美中之后这个军事的一些相对应的发展，姚中将您自己看到最后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些可能的走向吗？当大家都认为会擦枪走火，但到底想象中的擦枪走火到底是如何？这一次在华盛顿纽约这块，正好碰上了这个拜登总统打电话给习近平。我们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怀疑，美国是不是要把台湾抛弃，跟中共勾兑？实际上呢，美国的策略很聪明，因为美国现在还在疫情当中，经济还没有恢复过来，还没有完全做好跟中共打仗的准备。一方面在加紧准备，你这个可以看到，美国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中共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介入啊，没有。一方面，总统又给习近平打电话，就是没有准备好，现在不翻脸，这个是美方的策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误解，我当时也有误解。我说你这个拜登为什么主动的给习近平打电话？你不是示弱吗？你加上前面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跟李宗盛之间的通话，就给美国有一种怕中共，是不是要跟中共妥协？是不是要出卖台湾？就给予这种感觉。实际上后面大家经过讨论，你会感觉到不是的，因为拜登总统根本就没有放松对中共的军事压力，只是他国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，火候没有到，美中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，肯定有一战。这个克劳斯维茨讲过嘛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是吧？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。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或者其他的什么外交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只能付诸于战争。那现在中美关系能和解得了吗？能调和得了吗？双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？就是你要改变我，我要改变你，到这个程度不可能有调和，只是说这个战争会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我以前你讲过，战争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啊，那么中共占人和，占地利，美军占人和，双方都在找那个天时，找最有利自己适合的时机开战。美国现在研究最深的东西是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。我在华盛顿时候见到一个智库的一个很高层的人，我这里就不说名字了，大家都认识他，他天天在开会，和那个蓬佩奥他们在一块开会，开会什么呢？就是研究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，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在，不是说在军事上，军事是一个辅助手段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法。所以说，中美之间会不会打一仗？也许打不了。我们一直在呼吁，就是美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全方面给中共施压，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它内部发生裂变，从而避免战争。这是最佳的效果。所以美国现在通过盟国啊，在其他方面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呢，我们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包括民间的一些大佬们，你知道，也有这个想法，我们要游说美国政府，游说国会，最好两岸不发生战争，不是中美之间不发生战争，对吧？就可以把中共给搞瘫痪了。那么这个瘫痪的就有强大的外部压力，压着它内部发生裂变，这样才可以。具体你说会不会什么擦枪走火？擦枪走火打不起来仗，两个军舰在海上一碰，没有事。你想我曾经的部队就是海军航空兵第9师，就是王伟和这个美国的飞机相撞，都撞到这程度了，他也没打仗。就是说这个东西他打不了仗。打仗都是有准备的，擦枪走火打不了大的战争，就是
就是擦枪走火而已，绝不的说冲突一下顶多。美中之间的基本上的这个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。那你又反过来说习近平呢？习近平其实现在也在不断的试探美国，他不想跟美国打仗，他跟美国一打仗，他后果不可收拾，啊，台湾你把他逼到独立了，本来你不打仗，台湾还没有说自己独立了，你一打仗，美国一承认，大家都把他拉到联合国去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所以习近平也不想打仗。但是呢，他为了给台湾施压，做样子，他才会通过一些什么不对称的手段，这个超限战这些手段呢，就是吓唬你们。说到底就是吓唬你们。有美日有整个世界联盟在这，他战争的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太大，就是至少我可以说2、3年之内。